iOS 26更新了吗？30多种实用新功能，要不要升级？看完再决定。3D 空间壁纸，点一下这个图标，锁屏照片就有了裸眼3D 效果。相册里的任意一张照片，风景、人物、动物都能实现3D 空间效果。普通的一张照片也能变得很有生命力。全新的系统界面，融入大量的液态玻璃效果。App 图标、控制中心、文件夹，甚至手指滑动时候的效果，都用了全新设计。应用内滑动操作时有透镜的放大效果，滑动或者按键的时候会呈现出凝胶弹性。图标的细节也有些改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原生 App 的不同质感。动态音乐封面，锁屏界面也可以显示全屏的动态音乐封面了。这个下雨的界面也太绝了吧！搭配上液态玻璃的透明 UI 就很精致，同时还新增了歌词自动翻译以及歌曲的自动过渡，让前后两首歌的衔接都更自然。相册界面优化，去年被大家骂上热搜的 iOS 18相册，终于改回大家以前熟悉的分区方式了。左边图库显示所有照片，右边的精选集其实就是老版上的推荐与相簿结合起来，而且支持自定义的排序编辑，整体的布局都更加简洁明了。返回操作更便捷，以前返回上一页必须在边缘滑动才行，现在任意位置右滑就能返回上一页了。只不过目前第三方软件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配。截图新功能，截图中有外语的时候，点击图文识别按钮就可以翻译，点击译文还能进行更多的操作。若是地址就可以直接导航，若是时间则可以添加到日历或者提醒事项当中。备忘录新功能，在备忘录里录音时可以自动转成文字，并且支持导出。锁屏界面改版，时间显示可以自由调节长短，小键可以调到任意位置，加上原本就有的2大护法，6个快捷键放在一起，超级方便。有个小细节啊，在滑动浏览通知的时候，这个时间还能很丝滑的跟随手指伸缩。骚扰电话拦截，手机锁屏时陌生号码来电，智能助理会与对方对话，识别对方意图，同时记录来电内容。如果是正常来电则会响铃，如果是骚扰电话则会交给你判断是否要接听。闹钟优化，闹钟的按键变得巨大无比，虽然不是太美观，但是刚醒很迷糊的时候也确实好摁。而且闹钟也可以自定义贪睡时长了，不怕一不小心就睡过头了。耳机遥控拍照， AirPods 可以替代蓝牙遥控来控制手机拍照，闪光灯也会跟着闪烁提示，对于喜欢自拍合影的朋友确实很友好。自定义铃声，长按音频文件共享入座铃声，无需借助其他 App 就可以设定自定义铃声了。信息投送等其他也都支持个性化提示音。自适应电量，如果有一天你的电池用量高于平时， iPhone 会智能的调节性能，从而延长电池的续航时间，比如降亮度或者自动开启低电的模式等等。液态玻璃主题 App 图标现在也能改成玻璃效果了，还可以通过调整色调改成彩色玻璃效果。反正我是觉得比 iOS 18强不少。主题着色，如果你的手机是官方壳，系统会读取对应颜色，之后给液态玻璃染色。显示充电时间，充电时在锁屏或者电池里可以看到充电的所需时间，好处嘛就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苹果的充电速度。相机 UI 改版，主界面只有相机、视频2个按钮，左右清扫，其他模式就会出现，上滑或者点击都能呼出各种调节参数。新增默认铃声，6种不同风格的铃声啊，试听了一下，我是最喜欢这个发热，大家可以换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，这样就不会一响铃大家都掏兜了。电话界面改版，最近通话支持新旧2种界面，我是还挺喜欢这个新界面啊，更加一目了然。各种光影细节，换壁纸时按钮顶部的反光效果其实是随着壁纸实时渲染，这细节就很苹果。新增彩色壁纸， iOS 18上的默认壁纸变成了新款的彩色壁纸。通话保留助理，大家给人工客服打电话的时候经常会排队，这时候开启通话保留，自己可以退出通话界面，客服接听后会收到额外通知。电话回拨功能，左滑通话列表新增回拨提醒，可以设置提醒时间，如果是重要电话怕忘记，那这个功能还是挺实用的。耳机变身麦克风，连接上 AirPods 下滑控制中心并切换，
就可以用耳机代替麦克风来录制人物口播了。低电量模式上岛，电量低的时候会有灵动岛弹窗，点一下开启低电量模式。精简 Power 键，之前这为小按键承载功能太多了，过于繁琐，被各种吐槽。现在可以指定想要触发的功能了。通话录音优化，在新系统中，录音功能移用到了左下角的更多当中。Safari 新功能，滑动网页时，地址栏、功能栏自动隐藏，浏览网页沉浸感更强。镜头清洁提示，如果你的镜头很脏有油污，相机就会提示你需要擦拭。HDR 截屏，截图跟录屏都支持 HDR 模式了，清晰度不变的情况下，能节约存储空间，还挺实用的。那这次的 iOS 36你会升级吗？